哦，是云峰啊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吗？二叔，家里的炭烧完了，我想跟二叔你借几斤炭，来年开春能上山砍柴了，我一定还你。几斤炭能值几个钱？你且在这里等着，叔这就给你拿去。云峰，你吃饭了没？我吃了，爷爷没吃。云峰，你等着，二叔去就来。二叔，我拿着吧，拿回去给你爷爷吃。二牛怎么还在院子里磨蹭？云峰来借点炭。二婶，这白面馍馍是我给小虎留的，自己都舍不得吃，你这倒是阔气。你出来做什么？外面冷，快进屋去，别冻着了。娘，我不要白馍，我要烧鹅。好，烧鹅马上就好了，就几个我给二黄吃的。二叔，谢谢，我走了。路上小心些，晚上烧炭记得把窗户留个缝，帮你爷盖好被子。二牛，再不回屋，今晚别想上老娘的炕。来了。有这些炭跟2个白面馍馍，爷爷肯定能好起来。风儿，是你吗？是我，爷爷，二叔借了我几斤炭，还给了2个白面馍馍，我们等一下烤着吃。好，风儿啊，这几年跟着爷爷苦了你了。爷爷，我不苦，一点都不苦。傻孩子，真是个傻孩子啊！这几年要不是你照顾，爷爷只怕早就走了。爷爷，你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，您一定能长命百岁的。风儿啊，你听说过仙人吗？听过的。村口的赵叔说，离我们村不远的云庐山上就有仙人。前些年清水镇的那头蛇妖，就是山上的仙人下来斩杀了，飞天遁地，好不威风。风儿，你想跟那些仙人一样长生不老，飞天遁地吗？想啊，当然想。不过赵叔说了，想要修行，须得天生灵骨才行。若你是天生灵骨，你的名字便会自动出现在仙籍之上，到时候会有仙人亲自下山来接你上山修行，否则一介凡骨是修不了仙的。风儿啊，若是有一段机缘能让你得到仙籍，但须得冒着丧命的风险，你可否愿意？能让我得到仙籍？爷爷，若真有这种机缘，我是想试试的。为什么？那可是有丧命危险的哦。要是成了神仙，我就能帮爷爷您治病。拿着。爷爷，从他记事起，爷爷就十分小心地保管着这只木盒，谁也不让看。打开。好。这颗红色蜡丸是我10年前偶遇的一位道人所赠，又叫灵骨丹。服下之后，可化凡骨为灵骨，可让你的名字出现在仙籍之上。世间竟有此等仙药！世间之大，无奇不有，一颗灵骨丹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既然这灵骨丹有这等奇效，那爷爷你为何没有服用？那道人说，这灵骨丹须得年纪在9岁到11岁之间的孩童服用才有效。你爷爷我得到这灵骨丹时已经60有3了，你爹跟2叔、3叔也都到了不惑之年，我等服之无用。若是可以的话，谁愿意错过这段仙缘？而且这灵骨丹服下之后，药效只有半年。若你不能在半年内修成仙家们口中的化气境，你乃一切反骨之事便会被宗门发现，名字也会从仙籍之中剔除，轻则被逐出山门，重则被抹去神魂记忆，变成赤。爷爷，我还是想试试。在他看来，等他进了仙门，修了仙术，就能替爷爷治病。好，吃吧。这样就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用不了几天，就会有山上的仙人下山来接你了。漫漫红尘路，凡骨问仙缘，入乎尝尽人间千般险，哪得琼楼一线天门开。爷爷，那这颗豆子又有什么用？这也是那老道人留下的，不过他没说具体功用，只说若是哪日有缘进入仙门，便用山中灵土将这颗黄豆种下，到那时你将再得一段大机缘。风儿，收好那颗豆子，爷爷今夜与你说的这番话，不能
不能告诉任何人。爷爷，你放心，我谁也不说。凤儿啊，你虽早慧，但世间险恶，你须得万分小心。云峰，爷爷此一生都在寻那仙路，可终究被这具凡骨所困。你要争口气，为这天下凡骨争一口气。爷爷，我再也没有爷爷了。这些年再苦再累，他都没有哭，因为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，而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。这一夜，小云峰没了爷爷。这一夜，云庐山清玄门灵谷碑的名录上多出了一个名字：许云峰。云庐山脚下的青牛村，一位名叫云峰的少年生出了灵骨，速速通知第七峰的峰主，让他派弟子下山接引。弟子遵命。给白家庄当家丁，那可是一般人求也求不来的机会。话是这么说，可终究是入了奴籍呀。在白家吃得好，喝得好，用得好，奴籍怎么了？这事你别管了，定金我都收下了。你什么你？云峰人呢？还在灵堂呢。今天是头七，云峰想给老爷子守灵。白家庄的人已经在村口等着，你让他赶紧回来。这么快就到了？白家庄的小少爷下个月上私塾，身边刚巧缺个书童，不然哪会这么快？你别废话了，快去把那小子从灵堂带回来。可是今天是老爷子头七呀，还是让云峰过完今晚再走吧。云峰的爷爷一死，夫妻俩就在商量怎么处理掉云峰这个拖油瓶。不过赵二叔多少还是念些旧情的，不愿意让云峰头七也没有过就去白家当家丁。头七怎么了？有银子重要吗？你啊，知道白家愿意出多少银子吗？30两啊！我这就去叫云峰。二叔，真不能明天再走吗？云峰啊，去白家庄当家丁，那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你现在不走，等到了明日，你想去也去不成了。二婶是担心等到明天不能把我卖上好价钱吧？你这孩子怎么跟你婶子说话的？你婶子这都是为你好。别磨蹭了，赶快上车。这一带晚上最近有鼠妖出没，天黑前我们得赶到青竹岭。来了。小家伙，你可看好了，这是你与白家签订的卖身契，即日起你便是我白家家奴，与这青牛村再无瓜葛。看来爷爷给我的丹药失效了，已经过去6天了，也没有仙人下来接我。对于寻仙这件事，他其实并没有太大失落，毕竟他想成为仙人的最大动力就是给爷爷治病。咦，那天上有一只比水牛还大的白鹤，那白鹤身上好像还站着2个人。仙人是仙人，一定是仙人。诸位叨扰了，吾乃云庐山清玄门弟子，今日与师妹下山来到此地，是为寻找一名少年。敢问诸位，村中可有一名叫云峰的少年？是他就是云峰。你就是云峰？师兄，看看传功玉简有没反应。传功玉简有反应，他是我们要找到的人。这位仙子，我这侄儿可是犯了什么事？谁让你多管闲事的？吾等此番下山并非降妖，是来接着少年云峰上山。上山？许云峰生出灵骨，名入仙籍，吾等今日带他上山，拜入清玄门下。拜入清玄门下，那以后岂不是也要做仙人了？我许家要出1位仙人。听到青年这话，许二牛如遭雷击，呆愣在了原地，口中不停地喃喃自语着。小云峰，跟我们走吧，以后你就是我们第7峰的小师弟了。等等，两位仙人，你们可不能就这么把我家云峰带走了，他可是我们许家的顶梁柱，日后可是要考状元，为我们许家光宗耀祖的。听到这话，云峰心中凉意更盛。从小到大，他这位二婶都只把他当作赔钱货、扫把星，何曾对他有过光宗耀祖的期望？区区俗世状元，怎可与吾等清玄门弟子相提并论？不过你们既然是云峰的叔婶，这只今晚全当是吾等此次的见面礼好了。这位仙人，这许云峰已经被他叔婶迈入我白家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他已经是我白家人了。这只今晚该是我白家的才对。两位仙人，他胡说，我只是将云峰送入他白家做事，并非让他卖身为奴。没错，我侄儿已经是仙家子弟了，与你白家庄的这份契书必须作废。
元丰，你被迈入白家为奴一事，可是实情？是的。你这小白眼狼，怎能如此胡说八道？这些年，手撒开！汝等虽贵为仙人，但也要讲理不是？仙人，两位仙人，小的这里有与那玄二牛签下的卖身契，白纸黑字红手印。这云峰如今就是我白府之人，他夫妻二人休想抵赖。吴清玄门弟子就值这区区30两。尔等夫妻二人为这区区30两，便将亲侄儿给卖了，如今居然还敢与吾等讨要好处，吾看汝等是想讨打。仙女饶命！仙女饶命！师妹，莫要忘了师傅的叮嘱。既然这卖身契并非虚假，那吴清玄门若想赎人，在汝看来，多少银两合适？这300两。清玄门弟子就只值这区区300两，这些金子足够你兑3000两白银了。两位上仙，这银子不该给他们白家啊！我等就收了他们区区30两。云峰，快跟两位上仙说说，这3000两该是二叔的才是。见无法从这边下手，见钱眼开的许二牛夫妇转而扑向了那名白家管事，一边嚷嚷着银子是我们的，一边与那白家管事跟2名下人撕扯了起来。云峰，凡缘已消，可愿追随吾等前往云庐共觅仙缘？我愿意。玄宗第7封2弟子，我叫赵玲珑，清玄宗第7封6弟子，以后就是你的小师姐了。云峰见过师兄，见过师姐。云峰啊，我们来到了云庐仙山了。其实准确来说，俗世的云庐山仅只是清玄门的入口。那真正的云庐山有多大？云庐山群峰绵延万里，7座主峰高于万丈，面积恐怕不比你们那大梁国小，只不过因为整个云庐山自成一方天地，故而在俗世眼中只是一座小山峰。对呀，在修行界中，如云庐山这般的洞天秘境还有许多，我们云庐山清玄宗只能算是一个3等修行宗门。小师弟，这是护山大阵引动的结界罡风，握紧师姐的手，不然会掉下去的。这才是真正的云庐仙山。金霄兄，玲珑师妹，紫嫣师姐，你怎地也下山了？你们下山后不久，灵谷杯便又有感应了。我第6封这次也有了一名灵谷杯选中的弟子。好漂亮的小丫头！恭喜恭喜！第6封又得了一根好苗子，下一次7封大礼，只怕第6封要拔得头筹了。不语，快见过青霄师兄、玲珑师姐。不语，见过青霄师兄、玲珑师姐。不必客气。元丰，快见过第6封的紫嫣师姐跟未来的小师妹。7封之中就属6封最阔绰了，你可得好好巴结巴结她。云峰，见过紫嫣师姐，见过不语妹妹。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。等你成了7封的正式弟子，师姐我赠你1枚培元丹。还不快谢谢紫嫣师姐！多谢紫嫣师姐。青霄师哥，你们等一下可是要去龙门殿？没错，待云峰上7封之前，须得先去龙门殿测一下灵骨。那我与青霄师兄同去。那就一起吧。哟，紫嫣师姐，要不然你与我师哥同乘仙鹤，我带着不以御剑飞行吧。赵玲珑，你讨打不是？你在胡说八道，小心我将你一脚踹下去。不敢了，不敢了。青霄师兄为何要测灵骨？你虽为灵骨杯亲自挑选的弟子，可以无需考测直接成为第7封弟子，但还是要测一下灵骨的种类跟品阶的，这样对你日后的修行有助。小云峰，你恐怕还不知道吧？在修行界，虽然有灵骨便能修行，可就算是灵骨，也有种类与品阶之分的。品类的话，最常见的有金木水火土5行灵骨，除此之外还有冰雷风等稀有的异骨。至于品阶，一共分为4品：紫灵骨、金灵骨、玄灵骨、白灵骨，其中紫灵骨最为稀有，又被称之为天灵骨，而白灵骨最为无用。为何白灵骨最无用？白灵骨又被称之为伪灵骨，尽管也是能够修行的，但修行的速度极为缓慢，往往数十年都没办法突破开门境，跟没有灵骨之人区别也不大。若我被测出是白灵骨，是不是就不能成为第7封的弟子了？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但云峰你既然是灵骨杯选中的弟子，即便不是那稀有的天灵骨，也至少是金灵骨，再不济也是玄灵骨，绝不可能是白灵骨。你玲珑师姐说的没错，灵骨杯选中的弟子往往都是金灵骨甚至天灵骨，
师弟你不用太过担心。对呀，就算是白灵谷也不用担心，哪怕是白灵谷的弟子，也可以在山下修行3年，3年后若能通过考测，也还是能够成为七风弟子的。许云峰点了点头，脸上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。听到说即便是白灵谷也不会被立刻逐下山，他心里稍稍松了口气。赵玲珑第6封，徐子嫣参见黑龙长老。汝等今日登殿，所为何事？今日我与6封的紫嫣师妹分别带回了一名灵谷杯选中的弟子，想在回封之前，请黑龙长老测一测2人的灵谷。进来吧。这就是黑龙长老。黑龙长老真是乃是徐阳江中的一条灵蛟，修炼了500年才得了人形，之后追随我清玄宗老祖，成了清玄宗的护山灵兽长老之一。虽然外表吓人，但其实心地十分善良，你不用害怕。师姐，我不怕。紫嫣师妹，这么巧啊！金师兄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我前些日子在天狼国除妖，碰巧发现天狼国这位小皇子生有灵骨，便将他带了上山，顺便来黑龙长老这儿来测一测灵骨。几年不见，没想到玲珑师妹也成大姑娘了。金河之，你那双招子若是不想要了，我现在就帮你摘了。那我倒要瞧瞧。都给老夫闭嘴！这里不是七封，也不是首封，这里是老夫的龙门殿。将测灵骨的几个娃娃带上前来，你们3个小娃娃依次上前，将手贴到我这颗珠子上。我先来。闭目凝神，等我叫你时，方可真灵我。火星精灵骨，居然是火星精灵骨，哈哈哈！对于金河之的大声喧哗，那黑龙长老虽面有不悦，但却并未阻止。因为清玄宗能多出一名火星精灵谷的弟子，在他看来的确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。金师兄，小王早就说过了，小王绝不是一般的灵骨。小家伙，你叫什么？吾乃天狼国9皇子，姓叶名玄，无自幼。好了，你到边上去吧。你来吧。是雷伊骨，而且是精灵骨级别的雷伊骨。恭喜紫嫣师妹，金灵骨级别的雷翼骨，吴清玄宗数百年没出现过了。紫嫣师姐，6封捡了这么一个大宝贝，回头可一定要请吾等上醉仙居好好吃上一顿。紫嫣师妹，恭喜了！哈哈，一雷一火，且皆为金灵骨，吴清玄宗复兴有望。恭喜你，不语妹妹。谢谢。小家伙，轮到你了。白骨，灵骨杯居然挑出了一具白骨，你七封的运气还是一如既往的差。你师妹，黑龙长老，能否请您再测一次？轻敲，汝等应当很清楚，老夫这颗珠子不会出错的。言何之，你2人带着小娃娃上山吧，这里没你们的事了。黑龙长老、青霄师弟、玲珑师妹告辞了。金师兄，我们清玄宗不会连白骨都收吧？这种废物，反正我们首封是不会收的。白骨是没有资格成为七封弟子的，你要么留在山下成为不记名弟子历练3年，挑战3年后的七封选拔，要么即刻下山。元丰，让他自己决定。若我能通过七封选拔，是否还能拜在第7封门下，成为玲珑姐姐跟青霄哥哥你们的师弟？这一点，我可以向师父替你保证。你若能通过选拔，第7封的大门必然为你敞开。元丰，能够通过选拔自然是好的，可太难了。长老，我想留在山下历练3年。拿上这枚玉简，会有人带你去山下安置，跟你交代接下来需要注意的事宜。多谢长老。黑龙长老，这孩子是我带上山来的，还是由我来带他下山安置吧。七封弟子不得随意下山，不得插手山下之事。不过看在此子是你接引上山的，老夫便破例一回吧。多谢黑龙长老。你在峰下待的时间不能超过2个时辰，另外别给我耍什么花样。七峰上的事情老夫管不着，但七峰下的事情，便是折了一草一木，也逃不过老夫的感应。放心吧，长老，我向你保证，绝不会做多余的事情。师妹，这里的事情我得去向师父禀告一下，云峰就交给你了，你一定要替他安排好了，毕竟我们以后想要下山来找他就难了。师哥放心，我一定安排妥当。走吧，云峰，我们先去入籍，
然后再帮你在山下找一处既能够赚功德，又能够修行的好所在。赚功德？没错，清玄宗山下的外门弟子每年都得赚取功德，只有赚取了足够的功德，才能够继续留在清玄宗，否则就会被赶出山。那要如何才能赚到功德？每一名外门弟子在入籍之后，都能获得院舍1间、几亩仙田或药园。院舍内可育牛豚，仙田之中可种鲜粮、稻谷或草药，等成熟时可将之卖出，便可换取功德钱。谢谢玲珑姐，我懂了，这功德就是我们俗世的银子。你这么说也没错。走吧，云峰，我们先去西风阁入籍，然后再看看有没有适合你做的事情。龙仙子，这位小兄弟入籍之事已经处理妥当，这块铜镜还有这支传功玉简，请收好。云峰，这铜镜你收好，它既是你外门记名弟子身份的证明，又是你日后听取门内长老讲经的一件法器。没错，外门弟子不能像内门弟子那般受到师长的亲自指点，只能在每月的初1、15，从这铜镜之中观摩门内长老讲经。那这支玉简呢？这是传功玉简，其中存有一部炼气心法，使用时你只需静心凝神，将其贴在眉心即可。没错，关于铜镜的用法以及入门后需要注意的一些戒律事宜，在玉简之中也都有详细的说明，等安顿下来之后，你便可以使用。好的，柳阁主，你手底下还有需要人看管的药园吗？这在外门最容易赚取功德的地方，毫无疑问就是灵药园了。我轻松不说，赚取的功德还多。柳阁主，这孩子是我的一房眼亲，这件事情你若是能帮忙，送我弟西风赵玲珑欠你一个人情。既然玲珑仙子您开口了，这个忙自然是要帮的。不瞒仙子您说，我们西风阁所辖的云庐山西面群山之中，的确还有一处药园没人照看，地方就在距离西风阁3000里的云栖谷内，名叫青竹居。那里除了有3亩灵药园之外，还有一栋现成的小院，可以供你居住修行。多谢。阁主，之前不是有修士上报说青竹居那地方有邪祟出没吗？你将那小家伙安排在那儿，要是有个万一，我们不好跟玲珑仙子交代吧？不过是捕风捉影罢了。前些日子四峰的几名弟子已经去查看过了，并无异常。再说了，就算真出了问题，区区一个山外子弟，死了便死了。每年新入门的这些个外门记名弟子，能在山中活下来一半就不错了。要是每一个的死都要老夫负责，老夫这阁主还当不当了？阁主说的是我多虑了。玲珑仙子，青竹居到了。小云峰，今后就得依照你自己了。跟黑龙长老约定的时间到了。多谢玲珑姐姐，我一定努力修行，争取早日上到第7峰。姐姐相信你。这支骨笛可以用来招引附近的灵禽，钱袋里是西风阁给每位新入门弟子的30枚功德币。若是有急需的物品，你可以花费1枚功德币，让附近的灵禽带你去购买。不过不到万一，这30枚功德币不能乱用，因为不出意外的话，你后院的药园应该是荒废的。你得用这个钱去买种子跟粮食。我不会乱用的，玲珑姐姐。小云峰，有缘再见，珍重。再见，玲珑姐姐。小云峰，但愿还能再见。的确是荒废。只见许云峰小心翼翼地从怀中掏出一只木盒，把它打开。没错，这正是他爷爷留给他的那粒黄豆种子。爷爷说，等到了仙山种下这粒种子，就能再给一份大机缘。既然那颗丹药是真的，那说明这颗种子也是真的。是不是还要浇些水？就在许云峰准备去找水的时候，他原本用来盖住黄豆种子的土块忽然被什么东西给推开了。发芽了，这么快？不止如此，那颗嫩芽破土而出之后，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出茎叶，然后开花结果。只片刻功夫，一株成熟的豆萁就那么出现在了许云峰的跟前，上面悬挂着的那3只豆荚更是通透如碧玉。爷爷说的机缘，难道就是这3只豆荚里的豆子？小家伙，先别急着摘。你是妖怪，还是仙人？仙人，或许曾经算是吧，不过如今只能算是一缕残魂，寄生于这颗豆子之中，苟且偷生罢了。小家伙，不用害怕，我不会害你，也害不了你。此刻现身，
只不过是想与你做一笔交易。交易？我本名楚灵月，600年前因被仇家暗算，肉身被封印，神魂被打碎，只剩下这一缕残魂，靠着这颗豆子得以侥幸逃脱。后来这颗豆子辗转几万里，落到了你爷爷手中，最终你爷爷又传给了你，直到今日，你将它种入这方灵地，让豆种重生，我才得以重见天日。如果我没能上山，仙子你岂不是要一直待在豆子里？是啊，而且不只能待在豆子里，再过1-2年，等着豆子中的灵力完全散尽时，我这缕残魂只怕也要跟着烟消云散了。那仙子你刚刚说的交易又是指什么？这株豆萁上的3只豆荚，你能否只取其一，将剩余2个留给我？按照仙子你的说法，这株豆萁上的豆荚只有我能够采摘。有这么聪明的一个孙儿，许志安在九泉下应该能明目了。没错，只有栽种之人才能够采摘这上面的果实。那我明白了，既然是交易，那仙子您打算拿什么来跟我交换呢？如果你能只取其一，我愿意告知你一部分关于这颗豆子的秘密，以及一个能助反骨修行的药方。仙子怎么让我相信你？我可以先把那方子给你，你试了之后，若是觉得有效，再与我交易也不迟。不用试了，我答应与仙子的交易。怎么，不怕我骗你了？爷爷说我种下那颗豆子之后会得到一段机缘，如今看来我的机缘应该是仙子您。看不出来，小家伙，你还挺会说话的，这一点比你那爷爷要强不少。仙子你跟我爷爷很熟吗？我能出来的时间不多，还是先来跟你说说这颗豆子吧。你爷爷先前给你的那颗豆子又名地藏果，这是一件极神秘的灵物，将之种入仙山之中，在那仙山灵气还能够以这仙山灵气做基，在其果实之中孕育出独特的宝物。仙子你的意思是说，这颗种子埋在不同的仙山，最终孕育出的果子会大不相同？没错，每一座仙山之中蕴藏的灵力都是不一样，就好似你们人一样，千人千面。也正因如此，地藏果在不同山上结出的果子，以及果子之中孕育的宝物都是不同的。这一粒小小的黄豆居然如此不凡，难怪爷爷会说这是一场大机缘。他最初的猜想，这颗黄豆种子顶多是某种仙果之类的宝物，却没想到它居然是那种能够孕育宝物的神物。你摘下其中一只豆荚剥开。仙子，这是何物？这是灵晶，是这片土地中所蕴藏灵力的结晶。日后你在修行之时，可以含一粒在口中，再配合我给你的药方，即便是反骨亦能迅速修行。当真？反骨修行本就不算什么难事，只不过你们处所在这片大陆，许多修行传承已然断绝，以至于出现反骨无法修行的情况。在地藏果孕育的宝物之中，这灵晶其实是最次等的一种，只不过这片土地过于贫瘠，也就能够孕育出这种品级的宝物。就算让它多生长一段时日，也只能让孕育出的灵晶品阶变得好些，无法孕育出具备神通的真正法宝。我若将这颗种子种到七峰上，是不是就能孕育出仙子口中那种被神通的法宝了？一点即通，若本尊非一道残魂，都想收你为弟子了。不过想要让地藏果结出更厉害的宝物，除了将种子种在灵气更为充裕的七峰之上，你我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来做。哪件事？云峰，你先将那豆萁上剩余的2只豆荚摘下，然后将其剥开，捧在手心。好。仙子，小小年纪，做事谨慎，但又不怕事，做起事来更是爽快洒脱，却是无辈中人。多谢云峰小友为我续了一命。仙子不用客气，这是你我之间的交易。这话不错，你再看这株豆萁有何变化？仙子，这株豆核已然枯萎，我们该如何去取种子？关于这个问题，便是我刚刚跟你说过的，需要你来做的第2件事。地藏果每一次结果之后，等到果实全部被采摘完毕时，便会自行枯萎，哪怕是等到来年，也不会再结果。想要它继续结果，便须得借助那无根之火，将它这株枯核焚毁。等它完全被焚为灰烬时，它的种子便会在灰烬之中生出。所以我们都把这一步叫做焚种。仙子，何为无根之火？所谓无根之火，便如字面上的意思，是一种无需借助外物点燃的火焰。无根之火有2种，
一种生于自然，一种则由修士以真气配合功法淬炼而成，我们称之为真火。生于自然的无根之火，也被叫做灵火。此等神物，可遇而不可求，所以你能找到的无根之火，就只剩下修士淬炼的真火了。而修士祭炼的真火，往往都存于法宝跟符箓之中。多谢仙子指点。所以仙子您是想让我去寻找那存有真火的符箓，对吧？没错，真火符虽然并不算是稀罕之物，且地藏果的第一次焚种无需品级多高的真火，但以目前的你来说，应该是没钱购买的。所以你要么修行有成时自行祭炼真火，要么努力经营这方药园，等赚取了足够的功德赏钱再去兑换，不用急于一时。仙子你放心，我会努力修行，也会努力经营这半亩药园，争取早日得到用来焚种的真火。